先生留步，多谢。回家后，郎君需好生照顾姑娘。若是陌生男女问诊，怕有不便，这才撒了个谎，见谅。明白。那日过后，七秀司有没有再为难你？没有，我还以为你回北地了。我在皇都寻了份差事，不回去了。在北地待久了，在京里待着，会不会觉得闷？说出来不怕你笑话。刚回来那几天，我感觉连气都喘不上，处处被拘束着，就像被关在笼子里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习惯了。我刚才看你从衙门里出来，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仕路多艰，看来我们运气都不好。你若是想回去的话，我可以送你一程，就当报答当日搭救之恩了。不必客气，我只是想随便走走。那刚好，我近来无事，可以陪你随意走走。你受了伤不方便，上马吧。遮一下。你怕是遇到难事了，却不是衙门里的事情。何以见得？受了伤不回家，却来山里，难道是要来自寻短见？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只是有些累了，走不动了。倘若你在一艘船上，这船行在海里，船上的纲手、舟师都离开了，只留下一车哭哭闹闹、吵吵啼啼的渡客，听着不太妙。可不，你知道，倘若你也走了，这船必定会卷进漩涡里。你一时心急管了，这群糊涂客把你害进了衙门，打得皮破肉绽。哪怕你跟他们说我有方法，听我的，他们也不相信。你若生了翅膀，不如振翅飞了。天宽地阔，就不用再操心水里的事了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这船上的人，同你亲近吗？虽说一起在船上生活了好多年，但其实都是各过各的，除了骨肉至亲，来往的也少。和你最亲近的纲手已经走了，之前都是他在这里苦苦经营这艘船。倘若真的弃之不管，心里会愧疚。那倘若你把心一横，劫了这船呢？那可是好大一艘船，好多的人。要是我一个人掌舵，怕是会累死。但我也害怕自己的一片苦心白白浪费。我就不该问你，原本是一个人烦，现在倒好，变成两个人都犯愁了。要是这么犯难，不如志同钱吧。这世上千难万险，能用钱解者十之八九。你带刀了吗？我来吧。酒。是四叔的字。成明2年冬，长兄平与得女，眼明如秋水，玉雪殊可爱。女直方牙牙学语，见人则哭。
见鱼辄笑，击掌，常随于衣，如小犬随人。余闻男人有女，既大酿酒，既路，亦于坡中，不复发矣。侯女将嫁，因觉坡土，取供贺客，男人谓之女儿酒。阿指上幼，余无以为赠，为积钱买10洞春酒18坛，亦于青崖北坡下。但愿阿指平安长成，无忧无虑，家得家训。这些酒已经埋了15年了，才想起来家里人买了几坛酒，挖来看看。只是看看。我想把这些酒给带走，郎君可否帮我？娘子，这些酒拢共能当170贯，这是17张交子，您收好。我单取2贯钱。好。怎么还留了一坛？这坛酒送你了，全当是陪我同游的答谢。谢了。这又是？总不能叫你白白出力气吧？你刚归京不久，生计不易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你人还怪好的。你就不要打趣我了，还要劳烦你把这车还回去。那你呢？我就先回去了。天不早了，坐车回吧。不了。花府查封多日，你现在没了住处，身上又是钱又是伤，怎么回去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花相公获罪，举臣皆知。初见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。上车。这儿没有人烟，道路颠簸。你要是坐不住的话，就算有人看见，我也实在是撑不住了。再坐一会儿，恐怕要栽下车去。这里也没有树可以靠，只好借一下你的肩膀。对不住了。这些是你陪嫁的酒吧，都给当了，以后你怎么嫁人？送了你那么一大坛，都堵不住你的嘴啊。那你怎么就这么放心，让我来帮你挖这个酒？不放心也没有办法，家中尽是妇孺，没有一个能出力气的。别说是搬酒坛了，纵然是挖，也挖不了几寸。便是有，我也不敢让他们知晓。知晓会如何？一来家中人多口杂，立刻会走漏风声；二来这些钱到了他们手里，不知道会使到哪儿去。无功倒还好，要是再闯下祸，我可遭不起第2次罪。多奇怪啊！家里这么多人，竟不如你这个生人来的可靠。你就不怕我谋财害命？这些酒可是不少钱。便是不找你帮忙，我也会去雇几个力妇，还不见得有你可靠。方才我从衙门出来，满身血腥晦气，也只有你停步问我。我还是头一次知道，自己原来是个大好人，就是蠢了一点，被人骗来做了苦力。其实，可以先不急着做决定，给自己还有亲眷们一点时间。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，隔阂反而越深，就像隔了层纸，
非等纸破了，才能看到彼此的真心。为何忽然这么说？我生平最后悔的事情，便是年少时疏远了至亲的人。那是谁啊？我母亲。这是我们第2次见面了，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。我姓燕，单名一个西字。燕西。今天谢谢你，我睡一会儿。这到处都没人影儿，你说纸丫头会不会被拍花子的拍了去？哎呀，别乌鸦嘴了，青天白日的，哪就能丢个大活人啊？要不明日去城里人牙子那儿问问消息？我现在就去。哎呀，别！大夫人，大夫人，你去哪儿啊？都这么晚了，这会儿倒有力气了，当初就不应该费劲缝进去。三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当初我们也没坏心啊。哼，早先老夫人叫交钱，我是喊得嗓子都哑了，也没喊出你们兜里那仨瓜俩枣啊。现在可好了，都便宜衙役了。当初要是交出去，也不过是便宜了茬子，我看也没什么分别。哎呀，你有能耐，你倒来管家呀，成天绕着孩子打什么转？三嫂啊，都是我不好。姑娘回来了。芷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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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苍天，你总算是平安回来了。我被衙门打了10几仗，算不得10分平安。啊！他们为什么罚我，母亲能不知道吗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是不愿意跟我说实话吗？不是，如果当时我同你说，你定然是不会同意的。他向来是个没主意的人，儿婶，这都是你的想法吧？大姑娘，又何必这么说呢？若你嫁了人，也会心疼爷们儿的。只是你们全然不知什么叫做流放，什么叫做北定。出了城，过了关，一到昆山尽是土匪，几个大钱就能要1条人命。你们都以为那是保命钱，那是夺命钱。不是已经搜出来了吗？那幸好是被搜出来了，我踢着挨了一顿打。那要是父亲二叔落回了献王手里，他们还能活着回来吗？以后你再也不要把银子给我了，我再也不拿钱了。横竖都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我就不该把钱都给你。纸丫头，你要论道理，去找衙门论，别跟家里人论。三嫂就是话赶话的，这个家就不是个讲道理的地方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我累了。你这丫头伤成这样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赶紧躺下来养伤啊！你。头儿，你回来了，老远就闻见酒香了。眼睛贼得很嘛，这么小的碎银缝在袄子里都能找到。那可不，咱从小就生了一副好眼睛。眼睛这么好，不用可惜了，送你个好差事。哎呦，那谢头。从明天起，不用在司里卯着了，给我换班盯着花家。花家，盯紧一点。若是再出现今天这样的祸事，提着脑袋来见我。是。还有，去一趟永昌当铺，
今日收到的17坛酒，只许赎道，不许变卖。是。放晴了。昨儿还压着一片云头呢，许是昨夜叫风给吹散了。侄儿，过来。祖母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其他的事情，我眼下确实不知。我不是要问你，既允了你当家，成败对错就由你承担。不过有一件事儿，需要你做个决断。是同沈家的亲事。我孙女儿。祖母，请替我写一张帖子与沈家退亲，从此以后花家自谋生路，不依靠别家。我也明明白白长我的家，走我的路。这帖子我不写，我要亲自带你去沈家退亲。这丫头，走。祖母，我驾车不熟练，你可会觉得颠簸？挺好，想着晚上多给我加碗米饭啊。以前出门坐马车啊，都是有棚带盖的，窗户小憋闷得很。今日这一趟，一目千里，心里也开阔。花老夫人求见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呀，避都避不及，你还叫他们进来？你懂什么？花家那一老一小，谁不认得？若是在门口待久了，肯定会坏事。夫人，我不方便出面，一会儿不管他们来做什么，打发走他们便是。我吵什么？母亲，母亲，他们是吃着那老虎不成？老妇弱女，也把你们怕成这个样子，你要躲便躲。我来招待花老夫人。夫人，老姐姐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这便是你家大姑娘吧？正是。夫人万福。老姐姐，大郎还未放衙，只能由我婆媳2个招待亲家，怠慢了。沈大郎步步高升，官家倚重，自然无暇招待闲客。这样也好，没了男人，咱们娘儿几个正好说说体己话。请。老夫人如今住在庄子上，想必不比城里。有什么缺的短的，我派人给您送去。啊，或就今日用板车拉回去也成。庄子上虽清苦，有我孙女在，倒也不缺吃喝。我听说了，芷姑娘当街卖桃符，这皇都里啊都传遍了。我也听说了，多亏了你家琪儿帮衬，真是个正直仁善的好孩子。当年老太爷定下的这门亲事啊，没看错人。啊，七哥儿明年正是要科举，如今啊正是用功的时候，这门亲事，这门亲事就算了。老姐姐，今日登门打扰，本是不该，可我觉得做人做事应该有始有终。那日你去庄子上是碍于情分，可我不能装聋作哑。如今你我2家云女殊途，这桩婚事不合适。今日我替老太爷做主，收回这桩婚约。我们
们两家本是世交，是我们沈家对不起你们。不过是时过境迁罢了。不过还有一事，当年议婚之时，你家随曹铁送到花家的礼物，都被抄没了，如今难以奉还。哎呀，不必再提了，有债必还。今日花家还不上，未必将来还不起。芷儿，两位长辈看看，可还少了些什么？我舔言写了这张欠条，收好。老姐姐，你要臊死我呀！账是账，情是情。芷儿，我们不打扰了，你多保重，千万留步。花芷来了，来退亲。琪儿，花芷，沈郎君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君子有信。无论我祖母、父亲、母亲是如何说的，我沈清都会守约如初，不离不弃。沈郎君，不是的，是我自己要退婚，无人逼迫我。你不想和我成亲？沈清，你是个顶好的人，将来不管是哪个姑娘嫁给你，都是此生的幸事。多谢你倾囊接济，也多谢你买我的桃符，多谢你追出来同我说那番话，这一切我此生都会铭记。快回去吧。芷姑娘，那以后，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吗？当然是啊。走了。我来吧，我行。操！难怪花家娘子不要女儿酒了，她今日和沈家退婚了。我在那儿盯了一路，那沈大郎还一瘸一拐的追过来，两个人难解难分的，不知道说了点啥，最后还哭得稀里哗啦的。他哭了啊？那可不。那你说一个大男人为个小娘子哭，还真是。啊，那个头，那些酒既然您吩咐了，我觉得事关重大，我觉得放在铺子里不妥当，就让他们都叫回来了。嘿嘿。福东做的越来越好吃了，把我舌头都养刁了。你尝尝。好吃。芷儿，你今日真吓了我一跳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哪来这么多钱呀？私塾给我备的出嫁酒被我当了，这是一半的钱，你拿着。这是你的嫁妆。婚都退了，还要他做什么？这些钱我先替你收着，要用时知会一声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芷儿，
值得吗？为了这一家子。四婶，其实我没有那么无私，我只是想明白了，与其躲着，不如往前。我要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做我想做的事情，不只是为了你们，也不是为了祖父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只有走出去了这一步，才能越走越广阔，越走越痛快。也许有一天，我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，不用依靠祖父，我也能游遍山水，游历寰宇。那到时候你要写信给我，告诉我山海都是什么样的。好啊。莫说那些远的，就说你如今的差事，这些酒钱，点不到半年就耗光了。生气究竟在哪里？就在这儿。不行不行，怎么不行了？四婶说好吃，柏林玻璃也说好吃。我是自己瞎琢磨的，都是上不了席面的手艺。这眼下也没有席面要做啊，等以后有大席面了，你再犯愁。姑娘既说了，那我便试试。若是不行的话，不行的话也没关系，我多的是办法呢。迎春抱夏，每日晨采红果，摘梗挑碱。银珠专司讨喜，蝉露蜜秋挑疤去籽。折桂负责添柴火，福东揭蜜做果子，做完才能各自去休息。这天气还凉着呢，用冷水淘洗野果，这种活你怎么不让你房里的丫鬟干？好，迎春抱夏，那你们两个专司讨喜，你负责采红果。自今日起，做得好的月钱翻番，若有错漏，月钱折半。都去忙吧。是。人不大点，使唤起人来倒利索。由他使唤吧，就当是小孩玩过家家。我也落几日清闲，待他碰了鼻子，就知道管家的困难了。这么多现钱，也不知他从哪儿来的，回头让宝珠问问。那这个钱要是来路不正的话，惹出很多麻烦的。哎呀，我呢就是有这操不完的心呢。走吧，咱们回去再睡会儿回笼觉再说。要有止血药，走走，我带你去找一找。好疼啊！哎呀，这么多红果，都洗完我手都要冻掉了。这方法好。哎，停！抱夏，你这么洗不全坏了吗？火太大了，蜜桃手都烧焦了。我从前只伺候里根笔墨，我哪干过这种活啊？算了。你去休息吧，我自己烧火。那是最好。那谢谢福东姐姐。这个纸姑娘真会变着花样糟践东西。嘿，味道同从前一样好呢。好什么呀，酸死了！不对，是太甜了，这样吃多了会腻的。你们怎么都闲着呀？红果呢？姑娘，我刚去叫银珠和禅露，他们说三夫人的活还没干完呢，一直没回来，就没人去背红果。那就都扣一日的利钱。迎春，从今天起你就不必讨喜了，你就做个监督，有偷懒耍滑、出漏出错的都报给我。包夏，跟我去摘红果。
花家旁支这几日都陆续押送出城了。照您所说，要找的人应当17、18岁。我把队伍里年轻的都审了一遍，没有一个人小时候去过灵王府。那书童既不在流放之列，便是家仆之类的。如今花家仆从散尽，想要找到他的下落，恐怕如大海捞针。花指回去也有2日了，不知道伤养好了没有？这么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我认得你，你是那个当兵的。不，我还多余了呗，不能听呗。那日回去路上，你一直心神不宁的，后来有什么麻烦事吗？那时候没有。眼下倒是一堆，是吗？那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？有啊，我还有这么多红果要摘呢。看来最终还是没能下船，想通了？下船了？借你吉言，我现在是个临时的纲手，掌风使舵，眼下只是琐碎，未来还要往险中行呢。不是当兵的呀，到底是卖船的还是卖床的呀？哎呦，姑娘。你们在这摘果子啊？林婆婆，福东做了些糕饼，你拿回去吃，很软的。又给我们那么多好吃的。哎，这个，你先赶紧回家好好吃饭，过几日再给你送来。快，谢谢，谢谢，赶紧回家吧。谢谢啊！你认识他们？都是挣扎着生活的人，见着了怎能不管？他的女儿女婿都病死了。包下，走了。嗯。怎么让2个姑娘出来干活呀？你们家男仆人呢？都跑了。老的少的，一个都没留下。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想来我家谋生啊？我可发不起月钱。这样，等你发得起月钱了，提前告诉我，我马上上门。看来这次回京没有谋得合适的差事。是没什么合适的，给人当打手，整日狐假虎威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还活得下去。来日方长，总会顺心遂意的。那我也祝你行船顺风顺水。走了。走。姑娘，我看他脸上那个疤，就不像个胡人。我不觉得。